新婚燕尔的小俩口，连洞房花烛夜都还没过，急匆匆就赶到了公婆家。因为婆婆的寿辰就在眼前，新媳妇儿想着要留个好的第一印象，正好看到婆婆在清洗哈密瓜，新媳妇赶紧争着要来做，并且催婆婆去歇息。婆婆倒也颇为自在地退下了。可面对着这哈密瓜，新媳妇心里开始发急，灵光一现，短短10几分钟，水果盘就摆好了。水果摆放好后，家里人一个赞美的话都没说，反倒是觉得这理所应当是新媳妇的差事。忽然间看到儿子那疲惫的模样，婆婆让他快去屋里睡觉。于是儿子拿起衣服准备往房间走，新媳妇也想起身，却被婆婆叫停。婆婆还想她继续陪着聊会儿，为了讨婆婆的欢心，她只得强撑着跟婆婆聊天，望着老公的背影，心里盼着老公能叫她一起去。但是那声音并未响起。此刻时钟已指向了晚上10点半，婆婆仍在夸赞儿子有多好。公公不解地问这话从何说起，新媳妇忙不迭地缓和气氛，说自己能有这样出色的丈夫也是件幸事。公公提醒说，新媳妇明天还得上班呢，婆婆你也是有儿有女的人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身体也是累的。这时婆婆又是滔滔不绝，夸了儿子整整1小时，结果新媳妇才沉睡没多久，就被闹钟无情叫醒。因为今天要过婆婆的生日，她打算亲手做一顿美味来款待婆婆，因此拜托老公帮忙准备。老公嘴上答应快起来，可是就是赖在床上不肯动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得自个儿进了厨房，回想起小姑子以前的嘱咐，准备的都是婆婆爱吃的佳肴，尤其那碗海带汤，忙活了1个小时多，一桌子诱人的早饭就弄好了。公公是最早起的，儿媳一见，立刻倒了杯水递过去。不多时，小姑子也睡眼惺忪的起来了，看到忙前忙后的嫂子，装模作样说应该帮忙来着，却说自己不小心睡过头了。儿媳好声好气地说没关系。这时候婆婆也醒了，走了出来，看到满桌的美食，儿媳那叫一个受宠若惊啊！婆婆还拍了视频发朋友圈炫耀起来。而最后才起床的当然是她的老公，这下家里的人终于都齐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儿媳就傻眼了，因为她瞧见小姑子喝海带汤的那副神情，接下来就是一通家常，但聊的全是儿媳摸不着头脑的话题，甚至没人主动跟她聊上几句。她试图加入谈话，却发现根本插不上嘴，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似的，连老公也没搭理她。远处的菜她也不想去伸手够，周围也没人帮忙把菜推进一些，更别提帮她夹菜了。吃到一半，她又站起身准备水果去了，其他人依旧吃着饭聊着天，谁也没表示要帮的忙。就在这时，他妈的短信也发过来了，提醒她在婆家要多操持，别总贪睡懒觉。水果摆盘端上来之后，大家都把吃完的盘子往儿媳那儿一推，水果还没动呢，婆婆就叫她去洗碗了。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，老公跟家里人边吃水果边聊得欢，她在这家就完全不是外人了。洗完碗一回来，只见几片猕猴桃孤零零地躺在盘子里，婆婆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目瞪口呆。大儿媳怀着孕赶来给婆婆过生日，她刚坐下，小姑子就开口了，赞扬二嫂一大早就为大家准备了一桌子好菜，婆婆也跟着夸儿媳有多能干。大儿媳听了，心说这话分明是冲着我来的，这婚嫁的风风火火。小姑子有点不好意思，解释说她起晚了。婆婆也替女儿解围说她哪会做这些家务事，连大姨妈都加了一句伺候婆婆不就是应该的吗？小姑子看气氛有点尴尬，又补充说二哥二嫂才新婚，第一次给婆婆庆生，当然得由儿媳妇来操办。大儿媳听了只是笑，婆婆被顶得哑口无言。其实回想起来，大儿媳刚进门那会儿也遭遇过类似的事，婆婆担心儿子开车累，就让他先去房间歇会儿，可儿子说他们是轮流开车的，婆婆还是坚持让儿子去休息。儿子本来不想走，但妻子给了他一个眼神，他懂了，知道是妻子想去休息一下，就把手里的杯子一放，打算回房间去。大儿媳正准备站起来，却被婆婆一声喊住，被告知要留下来帮忙做晚饭。大儿媳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儿子开口想要解释，这时候小姑和小叔突然出现，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就闪人了。二人的背影消失后，众人满脸困惑地望向大儿媳。大伯出声了，说帮忙婆婆是应该的，难道要让老人家单干？但大儿媳的话似乎没什么效果，小叔子和小姑子还是走了出去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大儿媳提醒老公不要忘记当初的承诺，然后他转身走了，只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。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一点都没变。不一会儿，小儿媳也到了，两位儿媳打了个招呼，这场生日派对终于要开始了。小儿媳习惯性的开始拍照，还说她喜欢发帖子。小姑子见状急忙问她账号，想要去关注一下，还没等说完就被大儿媳插了一句，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了。没想到大儿媳一脸错愕。这时服务员推门进来，提醒他们需要把车挪一挪，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出去。房间里的人又开始八卦大儿媳究竟是顺产还是剖腹产，这话让小儿媳听得目瞪口呆。大儿媳好像根本没在听，照样吃吃喝喝，然后淡定地说，这事儿我们自己会商量决定，不用大家费心了。这番话一落，全屋子又是一阵寂静。这位婆婆真能给人添堵，给儿子盛了一碗新煮的米饭。儿媳本以为婆婆也会给她盛一碗，
谁知婆婆却打开了另一个电饭锅，叫儿媳去吃昨晚的剩饭，一边说着不能浪费。儿媳朝半锅新米饭瞥了一眼，却什么也没说，甚至面带微笑坐下来吃饭，还递给婆婆一张购物券。接下来的情景更是让她明白婆婆的恶心指数有多高，盯着碗里的萝卜。儿媳忍着委屈没吭声。饭后，儿媳赶紧拿出买的甜点，把奶油涂好递给婆婆，却被婆婆斥责说是乱花钱。儿媳突然提出要出差几天，知道了这件事，婆婆说一个已婚女人不宜外出那么久，最好是不要去。当争吵不停时，公公提出了个建议，让儿子这几天回家住。听到这个提议，婆婆这才笑了。儿媳差点没被面包噎着。晚餐过后，婆婆给了儿媳一个礼物，回家一打开，居然是个围裙，连丈夫也觉得尴尬，说妈妈怎么会买这个呢？正当她认为丈夫能感同身受时，隔天她找闺蜜倾诉心事，结果她们闺蜜的日子也不比她好过。穿白衣的闺蜜说她婆婆已经去世，缺个人帮忙带小孩，家里天天一塌糊涂，让她头疼不已。穿紫衣的闺蜜情况更惨，抱怨婆婆整日让她忙个不停，整天缠着她。慧玲劝她说这是婆婆把你当亲女儿。平庸是其中一个人的同学，她在旁边没吭声，他们几个只得找个婆婆看不到的角落吐槽。这时紫衣闺蜜的电话响了，一听那声音，他们就猜到肯定是她婆婆来电了。晚上回家，她还是不声不响地围上了婆婆送的围裙，因为感觉到闺蜜们的境况和自己差不多，甚至有的还不如她。次日醒来，本想今天周末又逢下雨，能在家好好休息一天，没想到丈夫却说今晚有祭祖活动。妻子反问道，晚上去不是挺好的吗？丈夫还是坚持早点去更好，还得帮忙准备祭品。妻子便答应了，现在就过去。突然丈夫提起朋友家孩子今天的周岁庆，说他打算先送妻子到婆家，然后自己去给朋友道个贺。妻子一听，直觉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妻子抱着丈夫的脖子说，我连你祖宗长啥样都没见过呢，你不感觉其实是我在帮你吗？最后他们俩决定一起回去，丈夫也对刚才的话表示歉意，还郑重其事的保证，商量好之后就准备往婆家出发。婆婆真会让自己儿子干活，你有见过这样的家庭吧？男的在一边打牌喝酒，女的则在厨房里忙个不停。就刚才，男的答应妻子会在婆家帮忙，结果一到家，丈夫马上主动提出要帮忙，同时大伯在那边叫着丈夫，催他快去喝一杯。丈夫此时左右为难，婆婆似乎也明白儿子不去的理由，就对儿媳妇说让她去吧。在家人的压力下，儿媳妇只能同意丈夫去喝酒。就这样，丈夫去陪父亲和大伯喝酒了，而她和婆婆在厨房里忙活。这样站久了，腰都酸痛不已，连婆婆看着都觉得不忍，赶紧快点吧。正当她以为婆婆会叫她休息，结果却是休息一会儿再继续。这时候婆婆又开始挑拨，说如果大儿媳在，你就能轻松很多了。没想到大伯接着说，不管怎样，大儿媳都得来，不能让小儿媳自己承受这些辛苦。这话让她对大儿媳有点不满，尽管大伯说着他们辛苦，但并未有实际上前帮忙的意思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是男人不应该做的活儿。大儿媳那时候大肚子痛得厉害，丈夫见状温柔地给她按摩腿部。大儿媳问丈夫是不是真的不必去婆家了，其他人逼着我，还有人催我，说什么我也说服不了你们，今天就去跟他们说说看。大儿媳还想继续说，却被丈夫打断了，还告诉她你随时都可能生了，我得守在你身边。听着丈夫那些暖心的话，大儿媳感到非常开心。而小儿媳这边就惨多了，从早忙到晚，活儿还没忙完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祭祖的时刻，这也意味着今天的活终于完事了。回到车里，丈夫解释说以前他什么活都不做，突然要做活，他妈一定以为是你逼的。丈夫说他自己夹在中间也难受。妻子一听就火了，我忙活你还难受？于是他打开了车门，独自一人去了咖啡馆。没过多久，大儿媳打电话来说要送她2张音乐会的票。小儿媳心里想，她今天没去帮忙，可能感到内疚，所以才送票给我。大儿媳也听出了她弟妹的言外之意，最后又补充一句，如果你想看音乐剧，随时联系我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听了大儿媳的一番话后，小儿媳也释然了，觉得自己不该怪罪大嫂。那晚她想的事情特别多，从婆婆初次给她吃剩下的水果和米饭开始，到所有家务都成了她的责任。想啊想，只觉得自己更加委屈了，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堆烦心事。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有高招吗？忙里忙外一整天的妻子下班回家，却看到地板和桌子上满是食物渣子，她默念着自己什么都没看见，决定直接去睡了。但走到卧室门口的那一刻，看见丈夫那睡得香甜的样子，气得她差点爆发。再看看那四处散落的垃圾，她还是选择了妥协，收拾到深夜才把碗筷洗净，然后又把第2天出差要用的东西准备好。等到她终于能上床睡觉时，丈夫的打鼾声却让她怎么也睡不着。就这样，第2天她睡过头了。然而丈夫居然说今晚有人请她吃饭。丈夫被她问得一愣，妻子质问他吃完饭为啥不自己收拾？难道是在等我回来帮你吗？丈夫正要解释，妻子却转身就走。丈夫追出门，一把拉住他。不多时，妻子就达到了出差地。
忙完工作，本来想和丈夫分享一下，但突然想起早上俩人的争吵，算了不提了，于是就给妈妈打电话。正忙的妈妈告诉她，今天你丈夫来店里帮忙了，还带来了他的同事。听完这番话，妻子有点内疚，于是给丈夫发了条感谢的短信，谢谢你去帮妈妈忙店里的事儿。同事走过来跟她闲聊，她把老公的事儿一股脑全道出来，还说下次去婆家得表现得更好。这时同事给了她个建议，老公的短信也跟着到了，他在短信里承认那天是自己不对，俩人就这样和好如初了。出差结束回家的第二天，他们定下了共同的规矩，第一次帮婆家之后，接下来的2天家务全归老公包了，两边的家长家里活儿要公平分担。第二是每月抽出一个周末，单独享受2人世界。第三规定是夫妻吵架必须在睡前和好，他们把这些约定写下来，并把它贴在冰箱上最显眼的地方。那天下午他们正好有空，就打算出去走走放松放松。妻子正忙着准备出门，这时婆婆又打电话来了，叫他们晚上去家里吃饭。思玲婉拒了婆婆的邀请，谎称自己还在外头出差，然后夫妻俩就开心的去约会了，感觉就像回到了恋爱的早期。晚上他们甚至在酒店过夜，老公还特意提前给妻子庆祝了生日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婆婆其实也在家里忙着给儿媳妇准备了满桌的菜，原来也是想给她一个生日惊喜。与此同时，小姑子正在网上刷社交媒体，恰巧看到了嫂子的度假照。第二天一早回到妈家，只听妈妈抱怨昨晚准备的丰盛大餐，结果嫂子说出差去了。小姑子心想这不对劲，昨儿他嫂子可是跟哥哥去约会了呀。边说边把嫂子发的状态给大家看，妈妈知道后气得不轻，觉得这儿媳妇把自己当外人看。另一边司令也跟老公坦白了，说自己昨天对婆婆撒了个谎，老公觉得妈妈应该会理解的。这时候婆婆的电话又来了，司令心里直打鼓，没想到老公接过手机说别怕，回家路上什么事都没有。看着手机上婆婆的未接来电，内疚的司令决定还是得回个电话，一接通就说刚才开会没注意手机，听不到电话铃声。婆婆却直截了当的揭穿了她的谎言，气呼呼的就挂了电话。司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夫妇俩带着愧疚回了家，赶紧向婆婆求原谅。老公越解释越乱，婆婆的火气越来越大，看着婆婆暴跳如雷，司令吓得浑身发抖。宝宝百日宴的时候，婆婆看见儿子在那哄孙子，而儿媳就在一旁安静吃饭，婆婆那个气啊显而易见。儿子还没明白妈的意思，儿媳妇却听出来了婆婆在说她，婆婆的脸色难看极了。这时候大姨妈问他们啥时候要2胎，这话直戳重男轻女的痛点。大儿媳听了，她不想跟他们争这口气，就抱起孩子往外走。大儿媳就这么走了，婆婆的话锋一转轮到小儿媳了，问啥时候能让她也抱抱孙子。小儿媳被问得目瞪口呆，大姨妈也凑热闹附和着，说都30好几了，该是要孩子的时候了。小儿媳憋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丈夫看着妻子难受，急忙出声说我们很快就给您抱孙子。婆婆这才罢休，小儿媳实在受不了，跑去跟大嫂讨教经验，夸大嫂真能干，才孩子3个月就准备复工了。大嫂说其实还挺期待回去工作的，这样至少能跟人说说话，上厕所也不必那么急脚。大嫂的潜台词是说到底不想让孩子成为自己生活的枷锁。小儿媳偷偷给大嫂投以佩服的眼光。宴会终于结束了，全家合照留念。小儿媳兴高采烈地把照片分享到网上，结果刚发不久，小姑子就在下面留言说好久不见你发动态了，以后多分享些吧。看到小姑子的评论，她感到一丝苦笑，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婆家人团团包围，连朋友圈都不自由了。于是她悄悄弄了个小号，借此发泄对今天聚餐的不快，说吃的郁闷极了。发出去没多久就有朋友回应，一个开玩笑说有个骑摩托的，我在弯道上超他，哈哈。小儿媳这才觉得找回了自我，刚喜上没烧不过几秒，抬头看到窗外那轮满月，她才想起中秋将至，又是1年的艰难时刻啊。儿媳惊诧地发现婆婆家竟有男女分开下厨的规矩。就在刚才，小两口为了过中秋来到婆家，儿媳被安排进厨房忙活，突然老公上前想帮忙，却被婆婆撞见了，眼睁睁看着婆婆把东西拿走，慧玲心里满是委屈，难道连老公帮把手也不可以吗？婆婆也不是那么好过。这时候她老公的弟弟过来说嫂子你辛苦了。对于老公的行为，她也只能叹息一声。很快大家都准备吃饭了，当邻居们走出来看时，发现男人们坐一桌，女人们坐一桌，忽然想起这一幕就是小时候电视上看到的场景，没想到在世纪婆家还有这样的规矩。婆婆说桌子不够大，我们就将就点吧。看着距离自己只有半米远的老公，四邻心里五味杂陈。不一会儿，大伯家的小孩站起来想盛饭，而四邻正在忙着盛饭。他们开始谈论大儿媳生完孩子就回去工作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男女平等这4个字听着多讽刺啊。另一边，思玲答应妈妈忙完这里就回去帮忙，和她共度中秋夜。可是等啊等，女儿和女婿就是没回来，便自己简单填了填肚子。不多时，思玲他们也吃完了，丈夫也动手帮着收拾起来。夫妻俩正忙着洗碗，婆婆看到了，急声让儿子快出来，说着就要把儿子从厨房拉走。
这时候门铃突然响了，是女儿和女婿终于回来了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婆婆急忙问女婿饿了没，二话没说就往厨房冲。正当这关键时刻，顾子霖愣在那儿，女婿来了不叫女儿帮忙，反要她去伺候女婿。看着男人们围坐看电视，婆婆和女儿亲密无间，让她觉得自己像是多余的，连老公都忽略了她的存在。老公看妻子忙得差不多了，便对妈妈说，他们得先去岳母家。听婆婆这么一说，慧玲心寒到了极点，最终还是赶到了妈妈家。但在出门之前，婆婆那句话让思玲难过极了。晚上回家后，思玲累得直接倒在床上。这会儿婆婆又打电话来说是回去吃晚饭，好好陪陪女婿聊聊。老公二话没说答应了，然后进卧室告诉司令，妈说回去吃晚饭。没想到老公听了只是应了一声，我们的国家的司令就是最没地位的，你觉得这回是不是小姑子要给我们做饭？老公听了这话，情绪突然就上来了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走。思玲听到砰的一声门响，她委屈的在床上抱着膝盖哭，因为妻子的抱怨不想回去做饭，老公气得不轻，做个饭会累死人吗？他一个人开车去了，想着妻子刚才说的，又想着妈这一辈子对家的付出，却没人懂得心疼他，连爸爸也没察觉，辛苦了一天的妻子饭都没吃，还发起烧来了。再想到婆婆那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他心里已经开始想到离婚了，于是放起了婚礼的录像。思玲看着当初的自己多快乐，以为婚后会更加幸福，结果呢，一回到婆家就得下厨房。那个曾经爱干净的男人，现在满地扔垃圾，生活乱得一塌糊涂。在另一边，回娘家的老公正好看见小舅子也在，小舅子问他嫂子怎么没一起来，他才知道连妹妹也不愿去婆家。出门碰见妹妹，就问他怎么不去公婆家坐坐。他似乎懂了妻子的心思。这时候公婆知道儿媳妇不愿意来了，但晚饭时间到了，婆婆也不想做饭了，索性就点外卖将就一下吧。可老公不乐意，说家里那么多菜，外卖什么的完全没必要。边说边上床躺下了，还说如果做饭觉得麻烦，随便炒点菜拌饭吃就是了。看着老公这么横躺，婆婆就抱怨自己忙活了一整天，你怎么就不能说出去吃呢？说完气呼呼的穿衣出门了。老头子看没人动手做饭，就打电话叫女儿回来。男人没多久也回到家，爸爸跟他说，你妈不愿意做饭，气冲冲的出去了。男人说过节嘛，妈忙了一整天了，点外卖吃也挺好的。爸爸却说，如果你把媳妇带回来，我们不就有饭吃了吗？男人一想到这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说完他就出门找妈去了，结果在路上碰到妹妹和小舅子吵架。小舅子想让妹妹跟他回家，妹妹却说中午去过了，自己不想那么累。男人想到白天妻子确实也挺忙，晚上还累得直躺床上，看着小舅子的样子，不就是照镜子吗？觉得自己没啥立场评头论足，于是转身就走。谁知道他们吵得越来越激烈，甚至说要第二天就去离婚，真是丢脸。这一切被丈母娘全看在眼里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那文质彬彬的女婿竟然会家暴。想起女儿刚嫁过去时，担心做不好家务被婆婆批评，所以每周都要过来帮忙打理家务卫生。这一天听说女儿要被婆婆派去买辣白菜，她二话没说，直奔菜市场买了好多白菜，整夜不眠，亲手做起了辣白菜。女儿后来也加入进来，边帮忙边说买点现成的就好，这样太麻烦了。妈妈却说自己正好闲着，母女俩通宵达旦，终于把辣白菜做好。女儿打电话给老公，说要她陪她一起去婆家，老公却说中午有事去不了，挂了电话。女儿埋怨老公真是个无趣的家伙，婆婆听后只好出声安慰。临走前，女儿还偷偷给妈妈塞了钱，说是白菜的钱。到了婆家，婆婆看到辣白菜乐开了花，好奇地问这是哪里买的。没想到瞒过了婆婆这一关，却没料到遇上了这个家暴的丈夫，没再多说，带着女儿就走。回到了自己家，女儿向妈妈坦白了一切，说老公投资失败了，连婚房都抵押出去了，现在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。老公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糟，整日就知道在家打游戏，他只要开口，他就会火冒三丈。本来想忍一忍就过去了，谁知道越忍他越过分。女儿的眼泪让母亲心疼不已。父亲在门外听着母女的对话，沉默不语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晚上盯着女儿的相片发呆，女儿的话再次回荡在耳边。这个时刻，他想自己对小媳妇应该算不错的吧，洗碗做饭，这些不都是女人的活吗？可是内心还是感到不安，拿起手机给小媳妇发了条信息。小媳妇看到短信，心里却没什么痛快。这时候老公也回家了，发现房间里没有妻子的身影，突然瞥见电视上结婚录像还在播放，妻子忘了关。看着那一幕，内疚感油然而生，觉得对不住妻子。想起婚后妻子一直在像保姆一样照顾全家，自己有时候还对她不好，眼角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。不多时，他们在咖啡店重逢，老公率先承认了自己的过错。妻子开口说这辈子头一次看到男女分桌吃饭的，这话让丈夫哑口无言。紧接着妻子把心里的委屈都道了出来，还提到婆婆让她提前1周回娘家过节的事。这种荒唐的要求，她决定要反抗了。首先是向公司请了假，然后趁老公不在，
她带着行李独自去旅行了。丈夫回家只看到一封书信，这才明白妻子已经走了。他开始四处找她可能去的地方，可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哪里也找不到。然后他去了妻子的工作地点，却听到同事们在说她真是太难了，加班加点，出差还没得休息，回婆家也是忙个不停。这些话让丈夫陷入沉思。夜晚他回到空荡的家，开始独自喝酒，沉溺悲伤。想着这些，他深感愧疚。第二天早上被电话铃声惊醒，妈妈问他儿媳的手机为什么关机，他不愿让妈妈担心，就说妻子在睡觉。起身去喝水，忽然在冰箱上看到他们以前一起贴的承诺，那么多承诺，自己一个也没兑现，难怪妻子会选择离开。转过身感受到没有妻子的家一片狼藉，这一刻他决意要从整理家开始改变。等妻子回来，他又走出了小区，想起妻子曾希望能回娘家过节，他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找到父母提出下个节日我们先去我妻子家里过一天，第二天再回我们家。爸爸质疑这合适吗？大节日的早上本应忙碌，儿媳不在，孩子怎么办？他独自回家，妈妈也开始生气，以为是儿媳的主意，但他告诉他们这是自己的决定，我再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。母亲在临别时再次叮嘱，你们几个孩子幸福就好，我们做父母的啥都不在乎。说着他转身走了，他站在中间感到万分难过。第二天思琳走进了首尔的一个度假村，忽然发现桌上有2杯自己爱喝的咖啡，他四处张望，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，他决定跟上去，发现坐在车里的正是自己的丈夫。妻子好奇丈夫怎么知道他在这里，这时候妻子明白了，丈夫一直记得，丈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还说那时我来到这，眼前的是闵思琳，不是武俊英的另一半，也不是武家的儿媳，仅是属于自己的闵思琳，自由自在的闵思琳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。但嫁给我之后，你变得不像自己了。这次丈夫没强求妻子回家，他回到家再次给妻子发短信，妻子被这份真情所触动，那些理所当然变成了束缚，他决定要改变。不久后，思琳找回了自我，她的卷发也变直了。这一次，她收到了米兰国际家具展的邀请函，这是她梦想中的舞台，展会就在下周举行。她突然收到了婆婆的短信，婆婆在生日宴上没看到大儿媳带孙子来，便问孙子在哪儿。尽管大儿媳解释孩子感冒了，因此没有从托儿所接来，婆婆接着说，大姨妈也跟着说孩子托给别人养，身体会变差。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看到大儿媳没吃亏，又开始找小儿媳的茬。丈夫急忙解释说是他和妹妹一起准备的，大姨妈听了就有了把柄，追问小儿媳去哪了。小儿媳说因为工作太忙，但大姨妈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。大姨妈还没说话，婆婆就开始冷嘲热讽说人家忙呢，自然没空来。公公听不下去了，急忙出来缓和气氛，让大家开始吃饭。众人纷纷动筷，婆婆却只是喝了口水。大姨妈立刻悟出了什么，大儿媳正要开口解释，却听到小儿媳的丈夫开口了。他说有2个儿媳已经很不错了，真正错的是我们这2个儿子未能尽孝。大哥也赞同地说，小姑子也表示支持，说自己也是第一次尝试给妈妈煮海带汤。听到儿女们这么说，他也觉得不好再难为小儿媳，甚至假装责备大姨妈不该这么说。小儿媳终于松了口气，她趁机溜到卫生间深呼吸一下。大儿媳感觉到她的不自在，就跟到洗手间来安慰，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或者是心里烦闷。小儿媳听着有点困惑，看着大嫂的背影，心里不禁羡慕她的洒脱。破晓时分，思琳又被婆婆一通电话吵醒，婆婆让他们晚上过来坐坐，想了想还是同意了婆婆的请求。丈夫问她晚上不是还得加班吗？为啥不直说呢？转眼就到了傍晚，丈夫正和父母在客厅享受水果，她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洗完碗回到客厅，本来以为会像上次一样只能吃剩下的水果皮，没想到看到一盘子半解冻的水果。儿媳简直不敢置信眼前的场景，感激地说了句谢谢，然后拿起一片酸酸的猕猴桃。婆婆看到这一幕乐开了花，她觉得儿媳肯定是怀孕了，而且一定是个小子，不是吃酸爱吃酸的话怎么解释？儿媳被婆婆的目光看得有点不自在，好奇地问婆婆怎么了。婆婆越发兴奋，问儿子今晚叫我们过来是不是有事呢？婆婆直接切入正题，说她最近做了个梦。小儿媳立刻明白了，公公也跟着高兴起来，迫不及待地问是不是要抱孙子了。小儿媳差点没被呛到，儿子也急忙澄清说没那回事。婆婆说你们结婚也1年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早生孩子对身体好，想怀孕却怀不上的人多了去了，催促他们也要赶紧行动起来。小儿媳赶紧点头表示明白。吃过饭，婆婆拿出1大包面包，还强调说这面包可不便宜呢。结果邻居一翻看那生产日期，随手就把过期的面包往她手里一塞。思琳心里苦啊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妈妈看到儿子为了孩子居然请假了，愤愤地质问儿媳。儿子还在那儿犹豫着该怎么开口，孩子的哭声突然切断了2人的争执。到了第2天，夫妻俩又被告知月嫂临时有事赶不过来，2个人都得上班，孩子没人看，于是丈夫建议让妈妈帮忙带带，妻子急忙叫他快过来，说着类似你逃不掉的快来吧，互相指责彼此不讲理，那种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的气氛
脸上全写着不情愿。儿子解释说不想让你太累。儿媳补充说带孩子的费用还有生活开销我们会给您补偿。没错没错。婆婆说家里人不能太计较，带孩子肯定会遇到意外的事，去上班的路上儿媳心里还是担心婆婆照顾孩子。下班一回家连口水都没喝，婆婆就催着她赶紧生第二胎，说我们都年纪不小了。儿媳笑着回答说不打算要第二个，现在带一个孩子都够呛，真是麻烦您了。然后把帽子摘了下来。她回到家和丈夫一商量，感觉婆婆带孩子的方式和她想的教育方法不太一样，就想着把孩子送去隔壁的幼儿园，而且说幼儿园能提供更加系统的照护。但丈夫却不这么认为，把还不会讲话的宝宝托给幼儿园，转身就匆忙离开了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儿媳去婆婆家接孩子，惊讶地看到桌上摆满了猕猴桃和葡萄，问婆婆孩子吃了猕猴桃没有。婆婆说孩子什么都能吃，这样孩子才不容易感冒。听婆婆这么一说，儿媳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。就在她要离开之前，婆婆叮嘱今晚别给孩子洗澡，中午已经带她去洗过澡堂了，孩子已经洗得很干净。儿媳对婆婆的带孩方式越来越反感。第二天是丈夫去接孩子，却碰上自己爸爸正带着孩子回家，爷爷还给孙女塞了个棒棒糖。丈夫这时候终于理解了妻子为什么不想让婆婆带孩子，究竟是什么让她这么坚决。大儿媳宁愿不工作，也不愿意婆婆来照顾孩子。就在那一刻，孩子在托儿所摔了一跤，现在找新月嫂至少得等1周。那这1周孩子怎么办？丈夫提议母亲先照看几天，可是妻子依旧很抗拒。婆婆一听孩子在托儿所受伤，就责怪儿子和儿媳一番，坚持让他们第二天把孩子送来。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到外婆家了。婆婆一气之下挂掉了电话。小姑子忍不住插嘴说这都是妈妈的主意，大嫂肯定不信你能照顾好孩子。婆婆心里盼着小儿媳也快点有宝宝，哪知道小儿媳此时正躲在洗手间测着自己是不是怀上宝宝了。刚才吃饭时她总想吐，医生说这很可能是怀孕的征兆，奶茶都还没喝几口就急匆匆的来测孕。验孕棒的结果显示她真的怀孕了。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觉得这不可能啊。她和丈夫每次亲密都很小心，每次都有防护措施，于是她用手机上网查了验孕棒的准确性，发现他们也不全是100%准确，就跑到家附近的药房又买了好几种品牌的验孕棒。晚上丈夫下班一回家，推开卫生间门一看，看到妻子坐在马桶上愁眉苦脸，边上还摆满了各种牌子的验孕棒。丈夫一头雾水，真的吗？没错，她确实怀孕了。他们很快就去了医院做检查，确认已经有5周大了。丈夫高兴得不得了，可妻子还没缓过神来。回家后，丈夫就把 B 超照片贴冰箱上，还说妈妈听到这消息一定超开心。但妻子觉得还是面对面说比较妥。丈夫一想也对，可以看到妈妈惊喜的样子，突然想起妈妈那天说的胎梦，原来都是真的呀。妻子说前几天她也做了个怪梦，梦见他们一起在沙滩散步，你还给我一块紫色的石头。丈夫猜想会不会是个小公主呢，急忙想拿起手机来查查看，但司令显得有点尴尬，毕竟家里老人家一心只想要个孙儿。第二天一早上班，站了一路的她特别疲惫，眼看着孕妇专座，她不太好意思，慢慢挪向那边。几分钟之后，终于站到了座位前，正准备坐下来，突然车厢里又挤进来一批人，一个大妈把她推开，自己坐了下去。就这样，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怀孕，只能继续站着。等到了客户公司，被告知晚上得陪客户吃个饭，她只得点头答应了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客户问她能不能陪着喝2杯，得知她不喝酒，客户觉得有点可惜，她决定今天就只吃饭不聊公事。就在她以为事情要糟的时候，幸亏同事及时赶到帮忙解围，她因为不能喝酒，只好闪到一边，看着同事们为了工作拼命。她心里纠结是否要放弃这个孩子。婆婆知道儿媳怀孕的消息，就在她的饭里偷偷加了点黄豆，解释说黄豆富含叶酸，很有益于胎儿，胎儿会因此健康成长。大儿媳说她不太喜欢吃黄豆，一边的丈夫只顾埋头吃自己的饭，儿媳不敢反驳婆婆，就只好将就着吃那些不爱吃的黄豆饭。婆婆马上回应说生女儿有什么不好。公公听了笑了起来，儿媳瞬间就愣住了。婆婆接着说只有一个孩子太寂寞了，至少得要2个才热闹。丈夫不满地反驳说孩子还没出生，你们已经开始谈论要2胎了。儿媳质疑道那我的工作怎么办？婆婆理所当然地说那就辞了呗，反正你赚的也不多，在家好好带孩子照顾下你丈夫不就得了。儿媳气得不敢吭声，幸亏这时公公出来缓和了气氛，她总算是避开了这场无妄之灾。没想到一回到家，丈夫就递来一碗鲫鱼汤，还特意强调这是爸特地给你调的，妈还为此熬了好几个小时。说着他倒出了满满一大杯，那浓烈的气味让他忍不住后退，最后还是递给了妻子。妻子无奈只好接过那碗鲫鱼汤，捏着鼻子准备勉强喝下，但喝的那一刻他心里却想了许多，想到了婆婆的专横一个宠妈的老公，还有那个看不起女孩的公公。说罢他转身就走，不理会老公在背后的呼唤，他径直走出了家门。出门后他看到一家咖啡店，二话不说就走了进去，还没开始喝咖啡，
老公的电话就追了过来，问她在哪儿。她没等老公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她拿起咖啡闻了闻，又犹豫着放了回去，眼神不情愿地转向旁边的果汁。最后她还是决定听老公的话，选择了那杯天然无污染的果汁。第二天又是奔波地铁上班的一天，她本想快跑几步，却突然记起自己正怀着宝宝，于是慢了下来。在地铁上，她站着一路都是腰酸背痛，但因为肚子还小，周围的人都没注意到她其实是个孕妇。她瞥了一眼那小伙子手里的东西，差点没忍住吐出来，实在是难受极了。没等车停站，她就提前下车吐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婆婆正在给大儿媳打电话，报告着孩子今天的各种情况。大儿媳工作中说：“我这正在签个大合同，待会儿再给您回电。”婆婆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气得不轻。公公一听，忙岔开话题，提到小儿媳最近孕吐的厉害，饭也没吃好。婆婆一听，立即给儿子打电话。儿子说他吃不了烤肉，光闻那味就胃疼。婆婆不满地说：“这么娇气，我怀你那会儿还天天下地干活呢。”晚上儿子一个人回来了，吃的那叫一个香啊！婆婆看在眼里，心疼不已，以为是他在家没吃好。没过多久，电话就打到了小儿媳那儿，先是随便问候了一下，紧接着就说儿子瘦了，催促她要好好给他做饭。布林这下明白了，电话不是来关心她的，而是来指责她没照顾好丈夫的。谁说女人就不能挣钱养家，男人就不能在家带孩子？因为不满婆婆带孩子的方式，她跟丈夫说打算辞职全职带宝宝。丈夫问工作让你开心吗？她深呼一口气，对丈夫说继续你的工作吧，我会在家好好陪伴我们的孩子。一大早，夫妻俩就把决定告诉了父母。儿媳心里早有预感，公公抱怨到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不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有个好工作吗？怎么能因为带孩子就辞职呢？儿子怎么解释，公公都不接受他们的决定。目送公公的背影，婆婆追问儿媳：我哪里做得不好，或者带孩子哪里让你不满？为什么让有工作的丈夫要辞职来带娃？儿媳笑而不语。婆婆始终无法理解，丈夫紧握妻子的手，我们是伴侣，这是为了我们幸福的决定。虽然父母不理解，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生活就这样继续，丈夫每天都会推着孩子去超市，买完菜回家路上，偶尔还能遇见下班的妻子。原来找对人，幸福真的会加倍。几个月转瞬即逝，公婆也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小姑子和丈夫和平分手，而小儿媳这边正在收拾待产包，准备去医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故事就此画上句号。